全球的生物大概每15分钟会灭绝一种，尤其是在青藏高原，气候问题、海拔问题、风沙问题，它是更加的脆弱。很多生物在中国是第一次拍到影像记录。我的目标是环喜马拉雅生物多样性影像调查，纯民间的机构，我自己往里搭钱可能100-200万。1970年进的西藏，那个时候6岁，父亲是18军解放西藏的随军记者。我人生第一次摄影，就玩上了如来佛来的这个相机。00几年的时候呢，去了央视，做了很多大型的片子。在北京3年，中度抑郁，辞职又回到了西藏。很多人心目中的西藏是蓝天、白云、寺庙、雪山、牦牛。当时想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，传达出去一个信号，这里也有非常多的微观的精灵。调查是从2010年的冬天开始嘛，我们的团队分为专家学者、生态摄影师，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北坡由东向西，野驴、白唇鹿在我们眼睛里面已经比较多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加注重的是更珍惜的、更容易灭绝的，用影像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呢，让后来的子孙们能看到，哦，原来还有这么美的生物生活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。2012年之前，墨脱雀刺虫是没有影像的，你现在可以去搜，全是我们2012年在义贡这个地方拍到的。喜马拉雅山脉的东部，红斑羚啊、豹猫啊、叶修，然后骆铁头；中部就是以最高峰珠峰为标志了，两侧有很多原始森林。绿绒蒿明星物种，我们拍到了中国新纪录7种。2018年这个亚洲虎狼，以前从来没有人拍到过，还拍过金丝野牦牛、猞猁、绢蝶，它的翅膀就是薄如蝉翼，在海拔4500米以上能生存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几十个人，每一次都拍几万张图片。我要求我们的生态摄影师，不管拍什么，一定是最好的角度。每次我们调查的结果，我都会编辑成为一本书，出版了11本，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精美的照片做这本世界之巅。我就想，它的封面就应该是一株小植物在珠峰前面。但是最后一次调查，珠峰基本上在下雨，待了3天，拔营准备走了，习惯性的看了一下这个后视镜，珠峰的那个尖儿就露出来了，对讲机喊，我掉头找到一株绿绒蒿，后面是珠峰，激动的不行，就轮流拍嘛。拍完以后，我就往山下跑，我的眼泪已经在脸上就倾泻下来了。人一辈子可能很多时候他是钢铁侠，但是在一瞬间他可能就是特别脆弱的。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啊，新冠就开始了，真正是8年时间，这本书才出来。参加我们调查的很多老师就戏称我是丐帮9代长老。这12年中间，我有不下5次吧，我都想放弃，但最后，当你拍到你想拍的东西，走上这个讲台和同学们分享，就那种瞬间，又让你咬咬牙再坚持。1万个小朋友听过，可能就有100个人要去了解，会不会5个人以后就成为了专家，或者一个环保机构的负责人？我不怕衰老，我觉得人的肉身就是一个皮囊。这10几年来，我拍的西藏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加起来大概有几十个 T 吧。当我走不动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些宝贝捐献给国家。有这么好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，我觉得我特别值了。